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每天都是5点钟左右我就起来了，然后呢要接上师傅他们来到江边改造这栋多年没人居住的老房子。这2天呢，我们开始给厨房的顶上装模板，并且呢模板也快安装完成了，师傅他们就在背后做工。待会儿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现在的施工进度究竟怎么样了。这几天我们买了很多材料。这是一大堆的水泥，用薄膜这样子盖起来了，防止下雨淋湿。这里又拉了好几车沙子。厨房顶上要打一块橡胶板，几乎这堆沙子要全部用完。我们是准备从这边用斗车转运过去。这里呢还有一车细沙，这是砌墙的时候所要用到的沙子。现在整栋房子的改造所有的主体基本上都快已经完成了。趁着天气比较好，我们要把模板装好，然后呢绑扎好钢筋，选择个好的天气就打这块橡胶板了。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给师傅们煮早餐，然后再煮一个中餐。早餐我们一般吃的是面条。这是提前做好的汤，里面放了些酱油，颜色挺深的。这是酸豆角炒辣椒，这是香干豆腐和肉，还有辣椒做臊子。这边还有些小葱花。现在先把水烧开，然后就把面条煮进去。这边煮饭比较麻烦，要到旁边去提水，因为家里面是没有水管的。我们烧的都是液化气，抓紧时间把厨房给做好然后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搬过去，这样子呢才能够正式的改造这栋木房子，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模板安装的过程需要用到很多材料。前几天我们是去城里面租了很多钢管，又买了钢筋。这边全部都是用钢管作为支撑。我们租的是2米的钢管，上面呢是一个顶头，把顶头升起来，底下呢再垫一块砖。之前农村里面建房子全部都是用那些竖条作为支撑，现在用钢管要简单许多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前2天打好的立柱刚好是在中间靠后的位置，实际上它对整个这根圈梁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效果，再也不用担心上面的板它的承受力不行。那朋友们，你们那边安装模板也是这样子吗？之前我们说想在这边砌一面砖墙，但是想了想这面砖墙可能比这根立柱所占用的空间更宽一些，所以我觉得立柱还是比较适合的。也有朋友给我的建议，从这边打上一根圈梁一直到这边，然后呢这里打一根，做一根十字梁，这样子呢底下就不占用空间了。实际上这是不行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告诉大家这根圈梁是可以打，但是这根呢我们要做楼梯，如果这里有根圈梁的话，楼梯就上不去了，所以呢这个位置打不了一根圈梁，只能打这一根。这根圈梁打好了之后呢，底下有个支撑，相当于把整块橡胶板分成了1、2、3，差不多3小格吧。这个样子呢，它的承受力就没有那么大了，两边的砖墙就卸掉了很多力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打这根圈梁的原因，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再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
师傅他们呢就在上面安装模板。3个窗户是不是很大？看里面的光线就非常好了。甚至于以后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后面呢去灶台，前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吧台，刚好连接着立柱一起做一个吧台，炒好了饭菜端到吧台上面，然后呢再从吧台搬到这边来吃饭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箱蜜蜂现在蜂巢了，飞得满天都是。我记得啊，一般都是在春天的时候蜂巢的比较多。现在秋天了，也蜂巢，哇，特别多啊！它应该要等蜂王，每一次蜂巢都有一只蜂王带着。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应该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到的吧？现在师傅们撒点这细沙子，然后呢一边叫蜂落蜂落，他待会儿呢就会找个地方，在这边停留下来，然后再拿东西给它接回去。它是慢慢的在走，它找个地方停留的。这个数不清有多少只蜜蜂啊！慢慢的离巢越来越远了。很奇怪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从这箱分走的，但是这边的蜜蜂呢，依然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停留在蜂箱门口。刚刚分走的那一下，大概也就几分钟吧，很快。已经飞到那边去了，越来越远，不知道会在哪里停留了。那些分家的蜜蜂已经飞到那边去了，就是那边有根杉木树的顶上，现在师傅在那边取，我就不过去拍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取得到。这边有师傅继续做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2天都忙着装模，要赶时间啊！哎呀，这里没有楼梯上去，还是给大家从背面看一下吧。这些过梁全部都装好了，每天还是要浇水保养的，包括里面的那根立柱也是一样。先装好里面的膜，出檐的话，背后我们是出来30公分，前面呢是60公分。这边就没有出檐了，这边是直接屋顶上的瓦片盖过来。这边厨房顶上的模板我们快装好了，从这底下看一下，出檐的位置我们全部都是用钢管还有一些领子作为支撑，因为这边的高度比较高，所以支撑点呢我们是直接放在砖孔里面斜着支撑，这样子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出檐的位置是60公分，装好了出檐的模板，然后呢就可以开始绑扎钢筋了。所以啊，建一栋房子所需要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。这
这样子看起来就挺有感觉了，大家觉得呢？我相信啊，这个厨房建好了之后，肯定很漂亮的。那我们从房屋的后沿走到厨房顶上，给大家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楼梯现在还没有做好，所以现在要到厨房的顶上，只能爬木梯上去了。还是非常实用的。钢管啊，钢管。哦，我喊的。来到了厨房的顶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很开阔吧？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在后期的改造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给利用起来。整个木房子要提高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从这边流道门进入木房子的内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是第一次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的这些瓜子，腐烂的很严重啊。我们到时候拆了，再来看一下这些瓜子立柱还有没有修的，还有没有给它保留的一个必要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像这些都需要给它换掉了。整个2楼楼层高度是很矮的，中间呢是比较高，两边是斜着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改造呢，中间要给它放高一些，然后呢，把这里在2楼的位置可以看到江面。这上面呢是有圈梁的，这是窗户的位置。我们打的是20公分乘以20公分的圈梁。这边呢打的是一根主梁，30公分乘以30公分的。这根梁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这边就是出烟的位置。哎呀，这个位置看着江面太美了。坐在厨房的顶上，可以从这边打一支海竿到江里面钓鱼，很不错的风景吧。房顶上的这些青瓦片我们都不要了，本地的一些老乡啊，他们也不要这样的瓦片，因为太难检修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拆木房子的时候可能会直接给它放下来，然后回填在我们的院坝。绑扎钢筋估计要1天的时间，还有变模的一个出檐位置，还要做一些模板，工作量还是挺多的。争取吧，后天我们看能不能把这边的线脚板给打起来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